今天一开场就欣赏最猛的澳洲悉尼豪车案主角，被外界称作神秘公主的杨兰兰即将迎来关键一役。这一天，她必须本人出庭，不能再用律师挡箭牌。这一次，她要当庭答辩，认罪还是不认罪，退路没有了。到那时，法庭现场势必热闹非凡。同一天，还有2个大新闻同步引爆舆论。昔日中国首富王健林突然被法院下达限高令，从首富到首富的骤变震撼网络。还有在云南昆明，夜市摊贩和城管硬刚6个小时，锅碗瓢盆战满地狼藉，折射出最尖锐的升级对立。3条新闻，司法的震动，资本的崩盘，民生的怒火，在同一时间交织。我们逐一拆给大家看。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9月26号，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再次聚焦在那位神秘的华裔女子杨兰兰身上。这是她涉嫌驾豪车撞车案的第2次提讯。不过备受瞩目的她，只有她的主辩律师到庭。杨兰兰之所以成为媒体焦点，不仅因为她驾驶的是上百万澳元的豪车，撞车后还拒绝接受酒测，更因她的身份背景备受猜测。外界传言她与中国权贵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澳洲过着奢华生活。这些传闻让一桩普通的交通案件迅速升级为一场牵动公众好奇和舆论的政治与财富迷雾。庭审持续不到20分钟，最终宣布案件再度延期3周，定于10月17号重新开庭。下一次开庭时，杨兰兰必须亲自出席，不能再有律师代行，并作出认罪或不认罪的正式答辩。尽管当事人缺席，庭审现场依然座无虚席，30多个旁听席大多被华人面孔填满，显示出这起案件在华人圈的高度关注。而媒体的焦点则很快集中到一位身形清瘦、头发花白的西人律师身上，那就是杨兰兰的主辩律师约翰·科恩。与1个月前不同，这一次约翰·科恩亲自出面。他在庭上没有多言，只是向法官解释自己本周2才与当事人会面，对部分指控仍需更多时间准备，因此申请将案件休庭3周。法庭当场予以批准，并将下一次开庭定于10月17号。庭审中，科恩还提出希望修改当事人的保释条件，将杨兰兰每周3次到警局报到的频率减少为1次。然而，主持提讯的代理副注册官艾斯纳詹当庭回应，自己并非法官，无权批准变更，相关申请必须经过正式程序才能进一步考虑。最终，杨兰兰的保释条件维持不变，交出护照，每周3次到警局报到，遵守晚8点至早6点的宵禁令，以及不能驾驶任何车辆。约翰·科恩在澳洲律师界可谓赫赫有名，他有超过40年的刑事辩护经验，多次入选悉尼最具影响力律师榜单。他的名字曾与中国娱乐圈的一起大案紧密相连。2017年，中国男演员高云翔在悉尼被控性侵，面临可能的重刑，就是科恩领衔的律师团队为其辩护。最终，经过长达近2年的鏖战，高云翔获得无罪释放。这段往事也让外界格外关注，这位曾经创造奇迹的大律师是否也能帮助杨兰兰脱身？与此同时，科恩的高昂收费也引发热议。根据律师行业的普通标准，像他这样的顶尖大律师，每小时的费用在1000到1500澳元之间，若是全天出庭，单日费用可达7000至1万澳元。而对于这类高调案件，往往还需要提前缴纳5万澳元作为保证金，以覆盖初期法律事务。整个案件若持续1年甚至更久，总花费可能高达30万到50万澳元。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以杨兰兰雄厚的财力，这点钱对她来说是毛毛雨。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要是真伤了，那可就麻烦了。从早到晚，很多人都是盯着屏幕，每天6到8小时，感觉眼睛干涩、酸胀、怕光、眼压紧绷。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呢？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
这里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不到3分钟，我们就会感觉到眼睛明显的放松下来了，非常的湿润。这个眼贴里面有多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眼膜的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后，眼睛更放松、更滋润了。那么怎么样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的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就像做一个 SPA。如果是眼睛已经明显的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就可以增加使用的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使用，既不拉扯我们的皮肤，也不会让我们的妆花掉。每天用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够给我们的眼睛一份长期的守护。需要的朋友呢，就请您点下面的链接，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额外的95折优惠。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杨兰兰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检方在本次庭审中对指控做出了调整，只在原有危险驾驶致严重伤人等指控基础上，增列一项备用罪名，疏忽驾驶致人重伤。在欧洲法律中，备用罪名属于检方在起诉时同步提交的次用选项。若主要罪名及危险驾驶致人伤残，因证据评估等原因难以成立，法庭依然可就同一事实以疏忽驾驶来追责。依新州道路交通2013疏忽驾驶致人重伤，初犯最高可处2200澳元罚款与9个月监禁，并自动吊销驾照至少12个月；再犯最高3300澳元罚款与12个月监禁，自动吊销2到3年。相对的，依1900年犯罪法，危险驾驶致严重伤人，初犯最高可判7年监禁和5500元罚款。撤销了最初的以不当行为驾驶致人伤害，改为新增一项疏忽驾驶致人重伤的备选指控。这意味着除了危险驾驶、拒绝酒精检测和未提供信息等原有指控之外，检方给自己留下一个相对轻罪的后路。如果危险驾驶难以成立，法庭依然可以根据疏忽驾驶来追责。而受害者的状况依然触目惊心。那位52岁的司机，澳洲知名电台主持人凯尔桑迪兰兹的专职司机乔治普拉萨拉斯，在车祸中脊椎断裂，10根肋骨骨折，盆骨破裂，股骨受伤，脾脏出血，整个右髋关节不得不切除，未来很可能永久残疾。这让公众舆论对杨兰兰案格外敏感。如今这起案件正朝着关键时期推进，3周之后，杨兰兰不得不亲自现身，当庭作出答辩。而他身后这支顶尖律师团队能否再现高云翔案的翻盘戏码？他最终是会承认较轻的罪名争取减刑，还是继续挑战主要指控？这一切将在10月17号揭晓。镜头转回中国大陆，就在杨兰兰案持续发酵的同时，另一则关于商界巨头的新闻也冲上热搜。9月28号，中国昔日首富王健林因债务缠身被法院下达限高令。据中国裁判文书与企查查等信息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涉及执行案件而被限制高消费。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有网民感叹，老王这波信用崩塌早有苗头，当年猛扩负债3000亿元人民币，如今终于还是撑不住了。也有人冷嘲，这个限高其实没什么用，因为人家本来也不坐高铁飞机，出门就保姆车一路走高速换着开，飞机也是直接私人飞机，住宿也是人家自己开酒店的，限高只是为百姓制定的。从司法流程看，这次限高与甘肃兰州中院对大连万达集团的 1.86 亿元强制执行有关。实际上，近年来万达早已陷入债务泥潭。仅2025年以来，万达集团就因2起案件分别被强制执行24亿元和4亿元，累计下来被执行金额超过76亿元，还有多条股权被法院冻结，包括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共94亿元股权，
冻结期限3年，创下单笔新高。这意味着王健林再想通过卖股权换现金难度极大。事实上，王健林的滑坡早已持续多年。2016年，万达在香港退市，失败的对赌协议让他背上6000亿元外债。为了填补窟窿，他大规模出售资产，从酒店、广场到最心爱的北京万达总部都被忍痛卖出。仅今年5月，他就一次性出售48座万达广场，换回约500亿元。但面对高达1566亿元的有息负债，仍然是杯水车薪。资产抛售换来的是身价断崖式下跌，从巅峰时的2200亿元到如今仅剩290亿。在中国富豪榜上，他的位置也从第9名跌至51名。他的儿子王思聪同样难逃波及，豪宅亏本急售，名车低价抛售，舆论一片唏嘘。30年河东，30年河西，成了王健林的写照。王健林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少专家和舆论都给出了分析。首先是过度扩张与激进投资埋下了隐患。10年前，万达还是中国最具野心的企业之一。除了在全国铺开万达广场，王健林还将触角伸向了电影、体育、主题公园，甚至豪掷数十亿美元收购海外资产。然而，国内消费环境的变化、国际投资失利，几乎全线折戟。万达电影巨额亏损，长城等大片惨败 ，AMC、传奇影业、体育公司等项目也相继失守，巨额资金沉没，对集团造成沉重的打击。其次，失败的对赌协议成了压垮万达的转折点。2016年，万达退市后试图回归 A 股，王健林与投资方签订了对赌协议，承诺若未能如期上市，将支付巨额补偿。结果资本市场环境骤变，万达上市计划泡汤，触发了对赌条款。这场豪赌不仅使万达债台高筑，也彻底损害了王健林在金融圈的信用。他不得不大规模出售资产填窟窿，却再难获得新融资。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经济风向一变，房地产行业进入寒冬，银行收紧贷款，资金收紧已成为新常态，企业被迫去负债，过去靠不断借钱滚大的模式彻底行不通了。过去万达能够不断滚动发展，依靠的是银行授信和资本输血。但在今天，即便手里还有一批优质商业地产项目，资本市场也已不愿再为王健林买单。所谓风向一变，机构抽贷，投资人撤资，昔日的首富瞬间成了首富，负债的富。一些业内人士形容，王健林如今的困境更像是一场商业围猎，资本不急着救，而是等着他割肉卖资产，然后再低价接手。一位业内人士直言，王健林并不是没资产，而是没人敢伸手救他了。风向一旦变了，所有人都在等他割肉。从1989年接手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公司，到打造出全国遍地开花的万达广场，王健林曾经是中国商界最响亮的名字。如今71岁的他却被法院限高，不能乘坐飞机高铁，不能入住高档酒店。这样的反差也折射出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终结。镜头再转向社会民生，就在同一天，中国西南的昆明街头上演了一场锅碗瓢盆之战。9月28号凌晨，云南昆明市官渡区海乐世界夜市爆发大规模冲突，画面一打开就是喧闹混乱的夜市现场，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从摊位上被扔向街道，发出噼里啪啦的碰撞声。摊贩们一边高喊执法太粗暴，一边将手边的一切东西都当作武器砸向逼近的执法人员。街道上人群密集，怒吼与哭喊交织，现场挤满了围观的市民，有人举着手机拍摄，有人则在一旁惊呼打起来了。随着执法人员与警察不断增援，双方在夜市通道内对峙，推搡声、怒斥声此起彼伏。摊贩们牢牢守着餐车和摊位，不肯后退。随着冲突升级，现场满天飞的不仅是锅碗瓢盆，甚至还有木凳和铁锅。冲突断断续续持续约6个小时，期间大批警察增援，多次爆发激烈对抗，直至次日凌晨3点左右，人群才渐渐散去。
满地的碎碗、倒地的桌椅，像是一场战斗后的废墟。据目击者透露，冲突中多名摊贩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大量摊贩被带走，而他们用来谋生的餐车也被拖走。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源于半月前，当地部门以整改为名关闭夜市，并趁机对外招揽商家收取摊位费。摊贩们透露，海乐世界夜市的火爆生意是他们长期坚持，从每天几十元熬出来的成果。然而让他们愤怒的是，夜市则见起色，管理部门却以整改为由强行关闭，并随即启动收费。当摊贩们一要求前往登记时，却发现已登记的摊位超过400个，其中不少并非原有摊贩，于是决定拒绝缴费。他们还指出，过去已缴纳过上万元的各种费用，但地方规定屡屡朝令夕改，收完钱后仍派人驱赶，因此认为缴费根本无法带来保障。对许多摊贩而言，摆摊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长时间停业已让他们不堪重负。27号，在得知整改已于前一天结束后，他们便回到原有摊位恢复营业。晚上9点左右，大批执法人员集结到夜市，试图驱赶摊贩，但摊贩们拒绝离开，双方随即爆发冲突。随着有商贩被推搡殴打，矛盾迅速升级，这才导致上述画面。昆明夜市的这场锅碗瓢盆之战，表面上是摊贩不满被驱赶，实际却折射出地方治理的深层问题。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普遍紧张，房地产税收锐减，基建债务压顶。为了补窟窿，基层把老百姓当成了现金牛，各种摊派罚款，甚至远洋捕捞式的搜刮，动辄以整顿规划为名收费，表面上叫嚣是规范管理，实质却是变相创收。摊贩们抱怨交了钱还要被赶，这自然会激化百姓的怨气。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地方治理缺乏稳定规则与契约精神。夜市一开始是鼓励的，等到人气旺了，政府就来收割，一纸通知就能推翻之前的承诺。今天交的管理费，明天可能就成了废纸。这种反复无常的方式，使得小百姓始终生活在不确定性里。再加上城管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冲突制造机，它既要完成维护市容的考核任务，又承担着收费罚款的隐性压力，和摊贩之间是天然对立的关系。没有透明监督，没有协商机制，剩下的只有粗暴执行与百姓的被迫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昆明夜市的混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